同志们，今天印度跟巴基斯坦开战了，结果这印度空军惨败，中国战机一战封神。巴基斯坦空军高层放话了，击落了3架阵风，1架苏30，1架米格29，另有1架苍鹭无人机，重点是用的中国的歼十 C。印军副总司令连夜下台，这场战争竟让歼十 C 火遍了全球。据说已经有人开始抄底成飞股票了。夫兵者不祥之器，想象一下，就在南亚那片充满传奇的土地上，两大核武国家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对峙，正像一柄悬在头顶的利剑，一不留神翻个脸就得全民恐慌加山雨欲来。这锅饭谁都不想吃，但又不得不管。你或许以为这不过是新闻联播里匆匆一笔带过的边境冲突，可当背后交织着2000枚第5代反坦克导弹、歼35隐形战机、无人机极限侦察以及断水令、水利三峡，这背后究竟有怎样的地缘棋局？今天大招就带你穿越重重迷雾，解锁印巴冲突的高能密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招。痛点解析滚烫的边境火药桶，核武国家的刽子手游戏，印度与巴基斯坦皆为核武大国。这一开干，印度已经损失3架阵风，1架苏30，1架米格29，另加1架苍鹭无人机。虽然说这一仗中国起飞，但是巴铁的兄弟们，你们还是悠着点吧。都知道阿三那德行，被打得太猛，逼急了真扔核弹可咋整？要不说这可不仅仅是印巴边界的小打小闹，更有可能演变成山雨欲来、全民恐慌的核对决。正如古语所云，夫兵者不祥之器也。在核威慑的阴影下，任何失控都可能让人类史书翻开最黑暗的一页。大国博弈的影子玩家，那边土耳其火速驰援，7架 C130运输机满满登登送来2000枚第5代反坦克导弹。一时间巴基斯坦人手缺导弹的尴尬被一举化解。这边呢，中国的巴铁情深，从歼35隐形战机到断水危机背后的100亿水利工程，堪称齐头并进式的援助，既是对巴铁的战略支撑，也是对印度的微妙示警。再看俄罗斯扮演着幕后的和事佬，虽然表面上愿意斡旋，实则暗地里掂量着金砖身份、军火买卖、能源账单，真是又要面子又要里子呀。断水令与水利工程的水性互搏，印度河一旦上游拧紧水龙头，巴基斯坦1/3的农田就得旱死桃花。印巴水断账可谓更胜枪炮，一旦切断印度河上游水源，巴基斯坦1/3的农田将遭遇焦土之伤。面对断水为伍、以水为险的人道赌局，中巴联手打造的巴基斯坦三峡项目能否成为解药？信息战与无人机的天网，在现代战争中无人机小、便宜、可牺牲成为新宠。巴基斯坦无人机严密监控印度重装车备的动向，已然演化成边境的空中天眼。反观印度的螺旋桨对决喷气机，战术部署上似乎都停留在铺天盖地的年代。看前瞻视角，破局的钥匙在哪里？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精准制衡，弱化硬实力赌局。如果说2000枚导弹是硬碰硬的较量，那么外交与经济制衡则是更为低调与致命的制胜之时。对于印度而言，与美国合作的 F-16与法国购入阵风战机，都不及内部团结与国际声望来的关键。在当今多极化格局中，单纯依赖武器牌往往是孤注一掷的冒险行为。这就好比你打撸啊撸，你虽然有6神装备，但别人差你1件装备，微操上照样可以单挑你再看扬无形之手化解水资源争端，跨国水利合作，巴基斯坦三峡项目不仅仅是水利工程，更是区域经济带动器。正如大禹治水，以疏化堵，才能让水利惠及万众。第三方公正调查，恐怖袭击的责任归属，正如审时度势的权谋决策，只有引入公信力强的第三方，联合国安理会、国际红十字等，才能让双方无可推诿的面子得以保全，从而降低军事报复的动机。巧布信息阵地，掌控舆论支点。现代战争先动口舌，再动刀枪，通过社交媒体、国际媒体、学术论坛
打造亲和客观的声音。这比单纯的弹药竞赛更能收获全球舆论支持。中国与俄罗斯若能在调停过程中扮为更中立的角色，或许能在提升话语权的同时消弭无谓的冲突风险。再看解决方案，破局之道与中国智慧，软硬兼施，融合军事威慑与外交斡旋，保持适度的军事备战，包括对巴基斯坦后勤与对印度的战略震慑。至于斡旋平台，在联合国、金砖国家峰会、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场合推动成立南亚和平倡议机制，为印巴提供常态化的对话渠道。但这水利供应以工程化解资源冲突。中国提供了技术输出，将三峡经验与可持续水利技术输出至巴基斯坦、印度，推广智慧灌溉与节水农业，让水成为友谊之源，而非战斗之矛。还有这利益共享，通过区域水电、农业、贸易合作，让各方都能从资源开发中获益，实现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。再看信息护盾，构建多维度舆论场，建立专家智库，邀请国内外安全与发展领域权威学者，形成公开报告，提供务实可行的政策建议。再配合新媒体矩阵，发挥 YouTube、微博、叉等平台影响力，打造南亚冲突专栏，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剖析冲突风险，减少误解与对抗心理。再看文化润滑方向，通融国学智慧与现代治理。借古鉴今引用《孙子兵法》中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之道，强调以智取胜，以德服人。人心为上，践行和而不同的儒家包容理念，倡导以德为先的国际关系思维，让礼仪之邦形象在外交实践中更加鲜明。公元前2000年，大禹用疏导代替封堵，汇聚九河之力，让黄河水化作九州沃土，才铸就了中华千年基业。3000年后，印度河畔的断水竟却成了核战争的导火索。南亚的水火交融同样需要智慧之举。历史总在轮回中发问：人类究竟需要多少颗核弹，才能学会用一根水渠平息仇恨？印巴对峙既是风险，也是检验国际多边主义与区域合作机制的试金石。只要我们能在硬实力之外注入更多的软力量，外交斡旋、技术合作、文化互鉴，就能让这把核对决化作水电带动，让南亚人民享受和平与发展的红利。无人之群避天日，数字铁骑卷地来。舆论矩阵催心智，经济锁链复形骸。上兵伐谋今胜古，止戈为武大道开。待看河云散尽处，丝绸新路皆瑶台。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钊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。下期我们继续用前瞻视角拆穿迷雾，看透世界。下期再见。